俄军逼近库皮扬斯克，乌军一天连胜20场。俄军率先实现督战现代化，大炮100里外追杀投降士兵。为什么俄罗斯历史总有督战队？黎巴嫩真主党首领被斩首，伊朗领导人躲进地堡。当前的俄乌战场，乌克兰的东部顿涅茨克地区依然是战斗最为激烈的焦点。但是俄罗斯北方集团军在经历了沃夫昌斯克的失败后，仍不死心，开始在哈尔科夫州的库皮扬斯克市周围加强攻势。库皮扬斯克市位于哈尔科夫市以东约96公里处，是重要的行政中心，而且控制着一条关键的铁路线。目前俄军已经逼近该市东北不到8公里，东南不到16公里处。乌克兰军方报告称，9月28号在库皮扬斯克地区发生了20起冲突。乌军成功击退了俄军对新基夫卡、格卢什基夫卡、洛佐瓦、斯特尔马基夫卡和科利尼基夫卡等城镇的进攻。乌克兰无人机部队在库皮扬斯克东南约19公里处的皮萨尼区击退了一次大规模机械化进攻，该地区正面临着来自南北两方的俄军夹击。乌克兰第92突击旅阿卡留斯突击营指挥官尤里·费多连科在电报上声称，约有50辆俄军装甲车辆和2栖突击车辆正向科列尼基夫卡和克鲁格亚基夫卡方向移动。一段视频显示，约24辆俄军装甲车和卡车被低视角的无人机摧毁。俄军对库皮扬斯克的攻势从5月份一直以来在持续。8月，该市官员疏散了超过11000人。9月28号，哈尔科夫地区国家行政长官奥列格·西内古博夫在电报上表示，学校、公寓楼和房屋被俄军的滑翔炸弹、火炮和无人机摧毁或损坏。2022年9月，乌克兰在该地区的反攻中解放了库皮扬斯克，这是自俄罗斯全面入侵半年后的一次重大胜利。尽管该地目前看起来不太可能立即沦陷，但是它再次受到围攻，这表明乌克兰艰苦争取的成果正在被侵蚀。在战场上的其他地区，俄军继续在乌克兰东部推进，波克罗夫斯克、托雷茨克和乌赫莱达尔等城镇仍然面临着危险。战争研究所的最新评估显示，俄军在9月26号继续在波克罗夫斯克附近的攻势行动中向东南方向推进。乌克兰军队在乌赫莱达尔和克斯坦季尼夫卡维持阵地，尽管俄军在顿涅茨克市西南继续进攻。乌军在乌赫莱达的旅表示，他们正在维持定居点的阵地，以回应西方媒体的相反报道。在哈尔科夫州，俄军最近在哈尔科夫市北部取得了边界进展，但是在9月26号，该地区北部前线没有确认变化，卢甘斯克州也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在俄罗斯库尔斯克地区，乌克兰军队在9月26号继续在格卢什科夫斯基区进行地面攻势，但是没有取得确认的进展。由于这几次袭击发生了几起火灾，但已被消防员迅速扑灭。执法官员记录了俄罗斯恐怖行为的后果，并为人们提供所有必要的援助。经济学人指出，乌克兰虽然决心夺回所有失去的领土，恢复苏联1991年解体时承认的边界，这将意味着乌克兰不仅要重新收复俄罗斯占领的顿涅茨克、赫尔松、卢甘斯克和扎波罗热省的部分，还要收复2014年被俄罗斯占领的克里米亚，这在军事上非常困难。事实上，战争已经成为一场消耗战，双方都希望他们能够比对方坚持得更久，或者至少能够抵挡对方足够长的时间，以避免在谈判桌上陷入不利的情况。在9月29号的战斗中，一支俄罗斯军队在进攻库拉霍沃方向失败后，一队俄军决定投降，并在乌克兰无人机的引导下前往乌克兰军队第33机械化步兵旅的阵地。然而，他们在途中意外遭到了自己人的炮击，最后只有1人成功逃离了现场。毫无疑问，这是俄罗斯督战队的又一次技术革新。以往俄军的火炮总是姗姗来迟，不是打在乌军刚刚离开的土地上，就是相差108000里。而这次俄军面对这伙妄图通过投降乌克兰来寻求更好生活的同胞时，直接怒气值爆表了，一改以往懒散的作风，立刻砸下了铁拳。
事实上，从今年以来，俄罗斯成立了更多的督战队。在哈尔科夫攻势之初，为了强迫士兵进攻乌克兰阵地，俄军招来了车臣的阿赫马特特种部队作为督战队。俄罗斯武装部队的督战队不仅针对被动员的士兵，还部署在其他俄罗斯正规军的后方，对于非正规部队。比如瓦格纳私人军事公司和暴风 Z 突击队，督战队同样是部署在后方，后者甚至录制了视频信件给普京，表达了对督战队部署在其背后的不满。根据莱尔和苏特亚金的记录，早在2014年乌克兰东部冲突升级时，所谓的顿巴斯人民民兵后方就出现了第一批督战队。2022年俄罗斯全面入侵后，此类报道变得更加频繁。英国国防部在2022年11月记录了俄罗斯部队后方存在督战队的情况，而美国白宫在阿夫迪夫卡战役期间也收到了类似信息。他们认为这种部署使得俄罗斯指挥部能够采用人海战术，也被称为肉弹攻击。22年10月31号，在俄罗斯著名记者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的宣传节目中，有人呼吁恢复斯大林时期的督战队、惩戒营和 SMERSH。英国和美国军事分析家认为，采取此类措施的主要利益相关者是俄罗斯将军和军队的最高指挥层。这种决策反映了俄军在纪律和士气方面存在严重的问题，以及动员和征召的质量不佳。在乌克兰前线，不同时期执行督战队职能的包括车臣部队、空降兵、杰尔任斯基师、俄罗斯国民警卫队、顿涅斯克人民共和国民兵以及瓦格纳 PMC 的职业军人。俄罗斯社会学家蒂哈帕耶娃认为，在俄罗斯武装部队中复兴督战队的做法是普京恢复斯大林时期压制性做法的逻辑延续。哈帕耶娃还将普里戈任招募囚犯进入惩戒连的做法视为斯大林主义复辟政策的一部分。然而，这种做法只会导致更大的军事损失。除了传统的督战队战术，现代俄罗斯领导层还利用科学技术的成果，包括作战无人机，来维持乌克兰前线军队的服从。尽管如此，俄罗斯方面否认对其军队有任何强迫参战的行为，并声称乌克兰军队中存在督战队。督战队在俄罗斯历史中长期存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硝烟中，沙皇尼古拉二世在俄国军队中组建了大规模的督战队，以确保士兵们在战场上的忠诚和勇气。士兵面临的是两难的境地，前方是敌军的枪林弹雨，后方则是督战队的无情监视。在这种生死攸关情况下，许多士兵宁愿选择在前线英勇战斗，这样至少他们的家人还能获得一些抚恤金。1917年的10月革命后，苏维埃政权也采取了类似的措施。红军总指挥托洛茨基利用装备机枪的卡车来驱使士兵们冲锋陷阵。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再次采取这种战术，这次被称为前线拦截部队。面对德国军队的猛烈进攻，斯大林感到意外，因为苏联军队的抵抗力远不如预期的坚强。在这种危机时刻，他发布了著名的227号命令，授权前线军官对逃跑的士兵进行处决。227号命令要求在每个集团军中组建3到5个装备精良的拦截队，每个队约200人，部署在不稳定的师团后方，以阻止士兵在恐慌中撤退。此外，还成立了5到10个惩戒连，每连150到200人，部署在关键地区，给予士兵一个通过战斗来弥补他们过失的机会。斯大林的命令要求在所有军事单位宣读，以确保每个人都明白其重要性。1941年9月5号，苏联军队首次实施了督战队制度。1周后，苏联最高统帅部命令西南方向军在每个师设立督战队，其任务呢是阻止因任何恐慌而擅自离开的士兵，并确保他们返回前线。那么说回现在，从历史来看呢，俄罗斯是使用督战队最频繁的国家之一。之所以出现这种原因，在于俄罗斯经常是卷入仅靠常规部队无法解决的战斗中去。而一旦面临兵源不足，就会选择征兵，将大量没有接受过良好战术和心理训练的士兵直接派上战场，这直接导致俄军面临士兵不愿意战斗或者战斗意志不坚定的问题。同时，俄罗斯固有的军队体制僵化，部队中不存在民主性，贪污腐败和以大欺小现象丛生，这直接导致了俄罗斯指挥层和士兵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沟通和信任问题，需要通过强制手段来维持控制。普京曾试图通过改革来缓解俄军体制僵化，但失败了。
俄罗斯军队在战略和战术上对灵活性和创新缺乏，导致其在面临突发问题时不得不使用督战队这种有极大副作用的被动战术。那么问题就来了，使用督战队能有效解决问题吗？这要分多个方面。在短期内呢，这种办法当然可以解决俄军的燃眉之急，督战队会阻止士兵逃跑，迫使他们返回战场，从而维持前线的战斗力。然而长期来看，这种方法可能会适得其反，因为它可能导致士兵的不满和抵抗，甚至可能引发内部冲突，如逃兵反杀督战队的情况。如果俄罗斯军队长期依赖督战队来稳固战线，会极大程度地损害军队的整体士气和纪律，因为它传递了一种不信任的信息，削弱士兵的忠诚度和战斗意愿。而在国际上，虽然没有明文规定不允许有督战队的存在，但这依旧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虽然俄罗斯的国际声誉已经所剩无几，但公开使用督战队可能会让西方和俄罗斯之间摇摆的国家做出最后的选择。9月27号，以色列对黎巴嫩真主党总部进行了大规模空袭，并动用了钻地炸弹来清除其地下指挥部。第二天，路透社报道，黎巴嫩真主党证实其领导人赛义德·哈桑·纳斯鲁拉已经死亡。该组织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他将继续与以色列作战，以支持加沙和巴勒斯坦，保卫黎巴嫩及其坚定而可敬的人民。值得注意的是，网上流传着一张战损截止的照片，某些军事博主称这是纳斯鲁拉所佩戴的戒指，并作为其死亡的证明。然而该消息是假新闻，这张截止照片是在2024年4月就出现在了推特上。现在构成黎巴嫩真主党指挥系统的19人均已处于死亡或者失踪状态，可以说该组织已经名存实亡了。这是新一轮中东冲突以来以色列消灭的首个敌对势力。不仅如此，以色列的这次空袭还有意外收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电告群发布讣告，其准将阿巴斯·尼尔弗鲁萨当时正在真主党的地下指挥部，他曾在抵抗之湖多个武装势力中担任指挥官，包括黎巴嫩和叙利亚武装。然而这次伊朗却没有之前嘴硬的态度，虽然其官方说明自己知道了纳斯鲁拉的死讯，却不想对此发表任何评论。正当大兵以为伊朗如此反常的态度是要有什么大动作时，却被另一条消息给整不会了。路透社援引2位听取德黑兰相关简报的地区官员消息，伊朗最高领袖哈米尼已经被转移到境内一处安全地点，并加强了安全措施。看来地保男孩又要多加一位了。虽然真主党的指挥层被清除，但所谓的斩草要除根，如果其残部被伊朗变成类似哈马斯的扁平去中心化组织，之后也会给以色列带来不小的麻烦。所以以军声称对黎巴嫩的地面行动计划不变。以色列参谋长赫尔奇·哈莱维中将在28号表示，消灭纳斯鲁拉不是我们的攻势的终点，我们将计划进行更多的袭击。以军方表示，随着与黎巴嫩的紧张局势升级，他们正在动员更多的预备役士兵，并启动了3个营的预备役士兵，在全国各地训练。上周早些时候，以色列已经派出了2个旅前往以色列北部训练，为可能的地面进攻做准备。以色列军方发言人肖沙尼表示，以色列在过去1周里通过瞄准、直接威胁和战略武器对真主党的能力造成了严重破坏，但真主党大部分武器库仍然完好无损。以色列将继续以该组织为目标。近1年来，大约有6万名以色列人已经从黎巴嫩边境的家园撤离。本月早些时候，以色列政府表示，停止真主党在该国北部的袭击，让居民返回家园是其战争目标。本期视频到此结束，欢迎各位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是大兵，我们下期再见。